大家好，我是邱平。今天呢，我们同样也是来看一座进山大院，可能规模比不上之前我们看的那一些，不过呢，他们家族的地位啊，确实比王家、乔家、常家这些高一点。在上个世纪早期，慈禧呢还送了一件宝贝给他，可以想象得出来，他们家族是非同一般。他的商号遍及全国，最远呢到达英法。这个家族呢，就是晋商巨族的曹家。在光绪30年（1904年），山西巡抚呢委托曹家主人组建山西省总会。当时这个曹家的主人就是首任会长，可以看到曹家在晋商这个地位的显赫。今天我们要看的叫曹家大院，也叫做三多堂，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什么会称之为三多堂呢？多子多福多寿。今天我们来看的它这个大院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它是属于明朝中后期修建的，现在剩下房屋大概是277间。这栋建筑呢，也是古色古香，南北融通，结构独特，雄伟高大，称中国民宅之奇葩。在这个曹家有几样宝贝，可能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就是有一个钟啊，是由火车头黄金做成的，这个跟慈禧有关。还有呢，玉白菜、清明上河图，这都是曹家的。我们从东门进来了，一来到这里呢，是一条通道，也叫甬道，长度是66米，宽5米，全部是由10条砌成的。这个道路非常有意思啊！你看，从那边过来，一直是有个坡度的，由东往西是一路升高，这也是曹家的寓意，就是这个家族呢要一路升高，步步高升等等。这条道路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把整个三多堂分为南北2院。我们左手边呢是北院，也称之为内宅，就是曹家人在这里生活起居的地方。而南院呢是管家院、账房院，包括接待的，就是我们说的外宅。那东门过来往这边走的话，是南门。整个这个曹家三多堂是有3个门。东西南，南门大家都很好理解了，一般是一个家族的正门，它平时是不开放的，只有碰到重大节日，以及呢，如果说有比他身份更高的人才会打开，特别是如果是有圣旨官员来了，肯定是会打开的，平时大门紧闭。三多堂的人平时走的是西门，东门平时也是不开放的，它是叫做拱形大门，人们称之为吉利门，紫气东来嘛。开门出去呢，就是东街，长门紧闭，只有闺女回娘家时，车轿从这座门进三多堂，而不经过外宅。还有曹家发丧也是走这座门。再有就是嫁丫鬟的时候，丫鬟的花轿也是走这种门。特别是曹家有了小汽车之后，走东门比走正门方便。曹家呢，便将东门改作小汽车门。现在我们就准备去这个内院看一看。多寿院，多子多福多寿，这是三多堂的来历。那么其他2个院落就是多子多福。从这边进去啊，门前呢也是有2只小狮子，不过明显的看得出来，这2只狮子呢是那个新的，不是旧的，看得出来。已经来到这个院落里面了。刚才我们说狮子是新的，其实曹家呀，不管是狮子，还有雕刻，包括壁画，基本上是没有了。你看，我们来到这个四合院里面，上面是没有什么雕刻的。如果我们去看乔家大院或者王家大院，是非常多的。那这里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1938年日军攻占这里了，把曹家的财富东西全部弄走了。当时日军呢是花了40天时间才把曹家搬空。在这里呢，其实也可以证明曹家的实力强大，财富多啊。你想40天才能搬空，什么概念呢？而乔家大院呢，日军是没有攻打进去，就没去占领。这个不得不说，曹家的运气比乔家稍微差一点。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1进院落，它这个三多堂这些内宅是2进院落啊。这2边呢，应该就是一些居住的。我们现在看看里面是什么，明显的可以看到上面已经没有什么了。我
查资料的时候，据说曹家当时里面很多地方啊都涂了金粉、黄金，屋檐上面都有，但是现在看的话都没有了。我们是从这里进来的，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小房间，这是应该当时的门卫居住的。这边的房屋比较低，算是偏院，储存东西的。因为曹家生活的人多，物资所需也是比较多，那存东西就在偏院。你像这边就是主院，用来居住的。我们继续回到主院里面。在这个院落呢，比较有一个特色的就是曹家的金库、银库在这个地方。刚才听导游讲，这边叫多寿院，那么这一块的院落应该属于养老院，是曹家长辈的人居住的。两边呢都是厢房，如果是长辈，那肯定是住在这个里面。最关键的是里面呢有一个金库、银库，等一下我们看得到。先来这些房间里面看一下，你看这上面的雕刻都没有了。正常来讲，这肯定是有雕刻的，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挺可惜的。这个是一个床，上面有个石盒，是属于清朝的。大家看看这个衣柜，上面是不是刻画了很多东西？其实呢，这应该是镶嵌在里面的，也是一种古朴的技艺啊，不像是画在上面的。它这个主楼还有一个特点呢，是3层，这个比较少见的。一般这种四合院呢，上面是长辈居住的，或者是一家的老大居住的，那旁边呢就是他的子女居住的，都是这样的。这里就变成炕了，因为这个地方冬天还是比较寒冷的。我查资料的时候了解到，在以前这里好像也有2只狮子，还有栏杆，但是现在也没有了。本来以前这个窗户上面也是展示了一些木雕的，都没了。我们来里面看一看，这就是当时他们曹家的长辈居住的了。这还有楼梯上去，等一下我们去看看。在这个中间有一个宝贝，大家仔细看看，是松竹梅岁寒山有大理石坐镜，底座呢是一块楠木的根雕，上面雕刻了松树、竹子、梅花。坐镜的上部分呢是一块天然的大理石，远看呢像一幅泼墨山水画，近景、中景、远景层次分明。远处苍茫的天空，云雾缭绕，中间是山峦起伏，重重叠叠。旁边是他的卧室，这一块呢是3开间，银库、金库就在这一块。我们进来，你如果不仔细看，谁也不会想到金库就在这个炕底下面。我们打开看一下，深不见底呀，估计有几十米深。这个银库呢是2006年根据那些村中的长者进行发掘发现了，当时呢打开了这个银窖口，里面呢是云雾缭绕，深不见底。关于这个金库银窖呢有几种说法，一种是说银窖，一种是说那个逃生通道。说银窖是主要怎么回事呢？当时曹家的生意遍布全国，又到了欧洲那一带，每天进账的银两是数不胜数。在当时，村里的村民每天都能看到全国各个地方用骆驼马驮运的金银进入曹家的大院。不过呢，他们只看到银两进，没有看到运银两的出去，从而当地的村民就猜想曹家应该是有一个金库。关于逃生通道的说法，是由于在上个世纪37年，当时日本人来了这里，曹家呢几百口人一个晚上全部消失，只留下了一座空院。那么在当时曹家肯定是有暗道的，有逃生通道的，那么一直没有发现其他的逃生通道。自从06年发现这个之后，那么猜想这就是当年曹家一夜几百口人销声的逃生通道。那么逃到哪里去呢？据说这个暗道是连接离这里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山寨，
也是曹家修建的，算是一个避暑山寨，规模非常大呀，也是修建了很多年，曹家修建完成的。那个山寨后面日本人也去攻打过，并且攻破了。这个山寨相当于也是曹家的一个退守的据点。一般一个家族的逃生通道也好，或者是金库银库也好，都是比较隐蔽的。你像曹家这个金库在这里，竟然一直没有被发现。当时日本人在这里，我们说的破坏了40天都没有发现这个金库，那么应该是比较隐蔽的，差不多是隐藏了70年才被人发现。那么我们来旁边这里看一看，这个楼梯应该是可以上去的，不知道上面是有什么。我猜想在当时这个上面弄不好跟现在一样，都是放置物品的，就是放置他们曹家的一些宝贝的地方。这些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曹家的原版。当时曹家人一夜消失，大部分东西都留下来了，只带走了一些小部分，或者是能带走的。毕竟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洞口比较小，大的东西通不了。刚才我们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曹家，其实曹家还有更多种身份。第一呢，他是晋商中资产最多、最雄厚的一个家族，达到了1200万两白银。他们家也是晋商中雇员最多，达到了37000人，也是晋商中家丁最多，护院的家丁达到了500多个。这一个曹家大院，他的家丁是500多人，不包括侍女那一些丫鬟等等，是晋商中第一个安装发电机的家族，是晋商中第一个拥有小轿车的家族。在这里就证明他们家族比较能够接受新事物，也是晋商中借钱给皇家最多的家族，借给慈禧了。慈禧呢，在当时赐予了黄金火车头中，是晋商中唯一和皇家有联系的商家。他们家里的建筑是晋商建筑史上历史最悠久、建筑最高的民宅，达到了23米。这个曹家呢，也是首创中国股份制先河，是晋商中最大、最古老、商号最远的跨国股份公司，横跨英吉利海峡，到达法国巴黎、英国伦敦。他们家也是晋商中商号最多，达到了640余座。在当时人们夸张的说法是，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就有曹家的商号。整个这个曹家其实是打破了很多历史，在这里呢，也能够感受到晋商曹家当年的强大，怪不得他们家族的地位比较高。曹家的起源追溯到600多年前的朱元璋时期，当时他们的曹家始祖呢，经常推着独轮车在太谷这一带卖砂锅，看到这里地肥水美人也好，便举家迁移到此落户，在村东购买了田产，以务农为主。历经了200多年之后，曹家呢小有资产，人丁兴旺，仅3字辈就达到107年。这个时候呢，已经是明朝中后期呢。三多堂只是他们曹家的一个大院。当时曹家在这一块共建有福、禄、寿、喜4个主院，共占地300多余亩，还建有更食院、车棚院、马厩院等10几处附属院落，规模浩大，气势磅礴。当然现在就没多少了，我们今天也看的只能是这一个院落。这边是东外院，你看来到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大元宝，这是曹家在咸丰时期的商业网。你看从太谷这里辐射全国啊，它是在咸丰时期达到鼎盛。曹家的生意覆盖了这么广，它到底是经营什么呢？我们简单说一下。票号这个不用讲了，算是金融业，这个是他们曹家的重中之重。另外呢是绸缎，主要以出口为主，药材、皮货、杂货、酿造、宜酒等等，斗行、染料、盐业，这个贩盐是很赚钱的。饮食、典当、
车马贩茶，基本上在当时那个社会能够涉及到的行业，他们家里基本上都去参与了。可以想象他们这个家族的实力强大，真的是晋商巨富啊。这个应该是当时的发电机，曹家呢是1923年从国外购回了一台发电机，这个也是整个晋商第一家引进发电机的。在当时山西其他的晋商到了晚上，整个大院呢比较漆黑，而这个曹家呢装上发电机，配套有电灯，那么就非常敞亮了。还有曹家当时是山西最早拥有汽车的人家，后面被阎锡山得知之后，他想着我都没有汽车，你还有汽车啊，就把曹家这个汽车弄到阎锡山那里去了，证明曹家都是走在别人前面，也是能够比较接受新事物的。这边是第二个院落，多福院，一样的2只小狮子，布局都差不多啊。在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件稀世珍宝，就是在中间的过厅，我们去看一看。两边的布局一样，我们就不过多的介绍了，因为整体来讲，像这些房屋都是用来居住的。这个是曹家现存的一个大宝贝，是百寿大屏风，高3.8米，宽5.02米，重达1000斤呢。是由15块上等的核桃木榫卯而成，没有一粒钉子和一点粘合剂，足见工建的技能。就是这个，非常精美吧。在这上面呢，还有很多大理石，上下共镶嵌92块天然的大理石。你看那些颜色不一样的，就是感觉有点像燕尾巢啊。大理石周边用昂贵的象牙包边。屏风上面呢是那个回云纹，为平步青云的寓意，下方为木基座，结实牢固，这样一上一下总体给人以脚踏实地的办事风格，这是屏风的一大艺术特色。这些镜子呢也是俄罗斯进口的，在屏风的两侧各有一对狮子，这狮子也是非常有意思啊。雄狮一上一下呈对峙形态，上面的狮子瞪着眼，瞪着腿，口含彩带，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吧？彩带就是这个长长的。下面的狮子怒目而视，足蹬绣球，动中有静，静中涌动，活灵活现，神采飞扬。这就是屏风的一大特色，一静一动。两边的房屋我们就不看了，现在主要去找一下剩下的宝贝，看看在哪个地方。这元宝又看到了，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去其他地方看一看。最后一个院落，多子院，最重要的那个宝贝可能在这一边。这边有一个绣楼院，去看一看。千金大小姐居住的地方，这一块就是绣楼院。在以前的大户人家，绣楼不单是一座楼，而是整个一个院落。在当时曹家人丁兴旺，那么他女孩子肯定是非常多的，从而修建了单独一座绣楼院。大家明显的可以看到，那个绣楼在两座主楼之间更低一点，这就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一些思想。在这个曹家，男孩子呢是会接受世俗教育，从小呢就跟着家里的长辈学习经商，学习去考取功名。而这个女孩子呢，地位就不一样了，因为她毕竟是要嫁人嘛。特别是女孩子在这些地方到了13岁，就要来绣楼这边生活，直到出嫁才能出门。在封建社会，千金大小姐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外的，其实生活呢也比较无聊。可能很多女孩子，一直都没有走出这个曹家的范围。你像那个嫡子嫡女还好一点，如果是小妾所生的，地位可能就更低。下面这栋房屋呢比较矮，有好多个房间，我猜想它的功能可能是那些千金大小姐学习女工的地方，还有一点呢，也可能是那些伺候丫鬟居住的地方，不知道是哪一种啊。在山西这一块，女孩子是13岁上绣楼的，
那么他们其实在5、6岁也要开始启蒙教育。男孩子可能去私塾，那女孩子呢，有一些也是去私塾读书，有一些呢是单独教育。他们从那个启蒙到嫁人一直是教育的，只不过他们学习的东西比较多。到了这个地方就开始要学习女工了、琴棋书画了等等。你看，这就是2层的绣楼。2楼呢，一般是千金大小姐生活的地方、住宿的地方。那1楼呢，有一些家族呢是属于他们丫鬟居住的。整体的话，管得不是太严，他们就在这一个院落生活。而有一些那个大家族呢，他女孩子从13岁开始就不下绣楼了，都是在2楼。不过呢，他那个2楼范围就更大一点。我猜想他们这个曹家的话，思想相对来说开放一点，千金大小姐可能会在这个院落里面生活。我们来里面看一看，还剩下什么？大家看到没有？这里有个楼梯。那么在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这些女子到了13岁，通过这个楼梯去了绣楼。那有一些地方呢，这个楼梯后面就搬迁走了，就不让小姐下来。现在这里上不去了，你看那里有个盖板。按照一些地方的习俗呢，他上了绣楼之后，这个盖板就关住了，只有每天丫鬟上下的时候会通过这个楼梯。现在这些房间已经看不出来什么痕迹了。看完了绣楼院之后，来到了最后一个院落。现在这里是叫做珍宝阁，里面放了很多曹家的宝贝。这就是黄金火车头。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向北京，慈禧太后等人呢仓皇西逃，来到了山西这里。当时呢，由于逃跑的比较匆忙，袋中没有钱，他就像很多晋商呢，我们说打秋风一样，当时的乔家、王家、曹家，山西的很多晋商啊，都给了慈禧一笔巨款呢。那么慈禧肯定就非常高兴了。在返回北京之后，慈禧呢便将价值连城的法国贡品金火车头赐予给曹家，就是现在这个。这个火车头呢是由黄金、白金、钨金、水晶制合而成，重达42.25公斤，工艺巧妙，实属罕见，堪称一绝。这个真是宝贝啊！不知道这个是原版的还是仿制的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这个看起来是非常精美啊，很难见到这么精美的火车头了，更何况是黄金做的。我猜想，在上个世纪曹家一夜消失，一夜通过暗道逃出去的时候，应该就把这个火车头带上了，因为这个火车头没有那么大嘛，他们能够带走，像其他大批量的物件，曹家是带不走的。这就是玉白菜，相信很多人听过了，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是说是不是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我就不知道了。反正看起来是非常精美，这个基本都是在一些影视剧中看过，真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呢。这一块的宝贝非常多，我们就挑选刚刚那2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说一下，其他的就不解释了。那么辉煌了300多年的曹家到底是怎么衰落呢？其实有2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当时国家银行在1900年成立，个人银行受到冲击，尤其是私营票号呢，更是冲击严重，纷纷垮台，曹家呢也受到重创。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白银改银元，银元改纸币，纸币改钞票，货币呢不断折损，他们曹家的损失呢，资产损失达到了90%，就是财产急剧缩水。上个世纪早期军阀混战，张作霖统治东北，把东北的私营票号全部充公，曹家的东北商业基地严重受损，因为东北占据了曹家一大部分收入。另外呢，是到了1938年，日军呢一到曹家，就用2辆卡车40多天的时间里，把曹家四壁浩劫一空，曹氏呢商业彻底破产，曹家就是这样衰落了。曹家大院到这里我们就看完了，大家有什么感受？反正我是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豪宅，真正的豪门。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上个世纪被破坏、被收刮走的，都有这么壮观、这么了不起。那么在当时可以说就更不得了了，我们可能都想象不出来它里面到底有多么富丽堂皇，可能走到这个里面到处可能都是金光闪闪的。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